这个和尚正在练习铁当功，双脚分立，屈身于井口之上，运气吐纳吸收天地寒气，长此以往就能让下盘坚硬如铁，不惧外力打击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每日撞击梅花桩，反复锤炼，才能神功大成。小伙阿鹏来到少林学艺，师傅却只是让他们干杂活，命他们将木桩种入土中。一众师兄挥舞木锤，梆梆作响，费了好大力气才做成梅花桩。哪知师傅又让他们徒手将梅花桩拔出，众人虽不明所以，却也只能照办。一天下来，只落了个手软脚软。小伙阿鹏本是一位富家少爷，因生性顽劣，好舞枪弄棒。父亲便想为他许门亲事，也好让他少在外面惹祸。但他的婚配对象是名孔武有力的胖妞，更是脾性火爆，酷爱武艺。阿鹏早已心有所属，对这个性格泼辣的胖妞恨不得敬而远之。为免对方纠缠，这才前往少林寺做一名俗家弟子。哪知胖妞还是不依不饶，打着旗号公然在少林寺外叫嚣。阿鹏顿时慌了神，朋友耗子见状便出面帮他打发，却是出言不逊，被胖妞教训一通。他也是够义气，即便遭遇威胁，也不将阿鹏供出。见状，另外两朋友上前帮忙，胖妞也是不惧，抽出三节棍，使得虎虎生风，以一敌三，敲得几人狼狈不堪。不过少林寺毕竟不可让女子进入，耗子灵机一动，将胖妞的衣物丢入，胖妞顿时羞愤难当，急忙去抢，三人这才得以溜回院中。某日，四人一同外出，恰巧碰见阿鹏的女友小晴。小晴父亲亡故，只好前来投奔阿鹏，阿鹏便将她安顿在城中客栈。和尚与少女同桌吃饭，引起旁人关注。一位富少见状，暗骂几人是花和尚。四人谨记四规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哪知富少变本加厉，丢出一碗回锅肉，羞辱几人，甚至还不肯放他们离去，直接动手。富少仗着自己的手下个个有几分武功，以为可以随意欺辱他们。然而阿鹏虽未学得少林功夫，但本身武艺也足以应付，每日的杂活令他的基本功更为扎实，击败几名只会欺负百姓的泼皮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这次的斗殴严重违反四规，四人被罚前往后山面壁思过。等到受罚结束，几人已是腰酸腿麻。耗子的情况尤为严重，众人找来医书，让大牛为他点血化瘀。岂料纸张无意间翻到下一页，这一页讲的却是催产秘法。一双大手在耗子的肚皮上来回揉搓，直到众人察觉，知道闹了个乌龙。好在师傅赶来收拾残局，手中棍棒上下翻飞，点在穴位，耗子立时双腿恢复如常。师傅借此告诫众人不要好高骛远，凡事需要先打牢基础。但阿鹏还是不懂其中深意，进入少林多日，却还是整日做工。少林武学半点未得不说，连寺中的小和尚都能轻易击败他。为此，他外出向小晴诉苦。不想此时路边的一名黑衣游侠丢出石子，令小晴摔下。阿鹏见对方有意找茬，直接动手。然而游侠武艺高强，轻易打得阿鹏毫无还手之力，随后一脚将他踢入河中，讥讽他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面对如此奇耻大辱，阿鹏却只能悲愤无可奈何。而这游侠也曾是少林俗家弟子，因不满每日做杂物，认为学不到武功而叛出少林，四处走访名师，习练百家之长。如今武学大成，就要叫嚣挑战少林弟子，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但少林功夫只在强身健体，并非是用来与人逞凶斗狠。为此，方丈决意不肯与他争斗，哪怕游侠恼羞成怒，一刀划在脸颊，依然淡然处之，不许众僧出手。游侠自讨没趣，放下狠话：少林一日不应战，他便一日守在山门，对下山的少林弟子出手。大牛觉得少林太过懦弱，拜别师傅，愤然离去。果真就在山下被游侠截住。大牛一身蛮力，却未曾系统学过功夫，虽凭借体魄强健横冲直撞，但碰上高深武学还是无济于事，当场就被游侠一记戳脚打飞。大牛身受重伤，被游侠拖回少林示威，又被其一脚踢下石阶。眼见好友这般惨状，阿鹏怒火满腔，冲上前就要与游侠一决生死，却依旧不是游侠的对手。这时师傅赶来制止阿鹏，带着少林弟子们回到寺内。因为少林与世无争，不需要接受这种人的比武。阿鹏不懂其中深意，愤然向师傅挥拳打来。期间师傅有意为他展示武学，正是游侠的招牌功夫戳脚。阿鹏天资聪颖，很快便有样学样，一脚踢在师傅下盘。哪知师傅却是毫发无损。
原来师傅所练的少林铁当功刚好能克制游侠的戳脚，只是碍于方丈禁令，师傅不得出手，只能将对付游侠的重任交给阿鹏。欲练铁当功，需在子夜月圆时分扎马于水井之上，吸收冰寒气息精华，使阴囊尽收于会阴，虚灵顶劲，沉肩垂肘，含胸拔背，气沉丹田。阿鹏按照诀窍勤修苦练，除此之外，每日老树盘根，借用梅花桩不断锤炼。常言道，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为了磨练耐力气劲，他还将自己绑在马后疾行，马速奇快，一旦反应不及，就会被马拖着走。阿鹏满身伤痕，却还是不肯停歇。见他这般拼命，耗子也想尽量帮忙，正准备下山采集人参为他补身子，却不幸被游侠撞见。武功平平的耗子无故被痛打一番。等到阿鹏等人赶来，耗子却说自己是摔伤。师傅看出端倪，入夜耗子疼痛难忍时，师傅亲自出手为他活血化瘀，而耗子也将死死护住的人参拿出。徒弟如此赤子之心，师傅心中有愧，再难隐忍，私下向游侠约战，双方立刻站在一起。游侠连环脚步步紧逼，但师傅下盘扎实，攀附崖壁而上，黄沙弥漫。两人正战至酣处时，一群少林武僧纵马而来，将两人围住，却只是将师傅带走，扬长而去。因师傅身为少林武僧，却与人争斗，方丈罚他去藏经阁坐禅修行。从此阿鹏的修炼更加刻苦，寒来暑往，勤练不辍。不觉间已过1年，自身武学已将近大成，与游侠的宿命一战也终于到来。游侠脾性急躁，刀法生猛，阿鹏也将少林棍法发挥到极致，劈倒之间威势不俗，1年修行的成果尽数彰显。然而游侠功力深厚，经验丰富，时间一长，阿鹏还是落了下风，一招不慎失去木棍，游侠挺刀直刺也被他趁机缴械。双方开始赤手空拳搏斗，阿鹏脚铲砂石阻碍对手视线，借助石壁旋身一脚蹬在对方身上，自己竟在毛头小子手中吃亏。游侠恼羞成怒，出手更加凶猛，施展太极法门以柔克刚，随后就要使出戳脚乘胜追击。此时阿鹏想起师傅教导，铁当功的精要在于借力打力，顿时福至心灵。待对方戳脚踢在下盘时，借力飞身一脚踢在对方面门，随后大喝上前，一套连环拳下去，将游侠打得再起不能。耗子还想为众人报仇，却被阿鹏制止。此次比武只为挽回少林声誉，同时也让游侠知道少林武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刃无怒，无恨无仇。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即使武功再强也是枉然。胸中怨气一扫而空，阿鹏恢复了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依然还有一个大麻烦在等着他。